大家好，我是毛毛，每周定期和您分享怎么做烘焙美食以及背后的各种原理、细节要点。因为我相信这样才能让开国视频后的你一次可以成功，进而举一反三，爱上烘焙。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我用来装饰泡芙的细腻顺滑的一种酱。它是不是开纳许呢？看着很像淡奶油或者奶油奶酪霜呢？其实答案都不是，它的名字叫风冻糖霜。也许这个名字你不够熟悉，但是如果我说是啡糖 fondant 的时候，你肯定就特别熟悉了，因为啡糖蛋糕是一种非常可塑性强，然后又造型特别好看的蛋糕，所以说啡糖也风冻糖霜也就是 fondant 的中文翻译。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怎么在家里小批量的制作啡糖糕，因为外面买的都是一大包，而且啡糖为什么叫做啡糖，以及怎么来调配它的稀稠度，用来装饰一些泡芙之类的甜点。今天的啡糖糕只需要3样最简单的食材：糖、水跟玉米糖浆，也叫做水仪，或者用葡萄糖浆也可以。如果你没有任何糖浆的话，就只要糖跟水也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来熬取糖浆，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糖跟水溶解以后，一直熬到115到117度。熬煮的时候呢，咱们再来聊聊糖这个比较神奇的东西。熬煮糖浆最好要拿一个厚底锅，然后我们把糖倒在锅里面，直接加入水。加入水之后不要去搅拌，直接让水稍微没过糖的表面即可。等糖稍微溶解以后，我们再加入这个玉米糖浆。玉米糖浆或者葡萄糖浆的作用是用来保湿，让成品的啡糖糕柔韧性更好，也不容易发干。这时我们来说说砂糖吧。其实我们平时做饭的这些砂糖的成分大部分都是蔗糖，而蔗糖的结晶呢其实都是无色透明的，但是平时我们看白砂糖都是白色的，是因为它的结晶颗粒特别小，光线一些不规则的反射呢就会让它看起来是白色的。所以说比如冰糖，它的结晶颗粒很大，它就会看得像是透明的，但是它们本身都是一些不同方法做出来的结晶的产物。我们这里是将砂糖再次溶解在水中，通过提高温度来增加这个本身糖液的饱和度，直到熬煮成比较高浓度的糖浆，然后来给它立马冷却，形成一个过饱和的溶液，再加上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干预，就会再度形成不同形式的结晶化产物。我们的啡糖就是这种结晶化产物中的一种。水跟砂糖一起加热到100度的时候呢，水分就会开始蒸发。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就不会升高太多。所以说每次熬糖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108、110度左右，它会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一旦达到115度，蒸发了相当多的水分之后呢，它的温度上升就会比较快。那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一直要盯着温度计，一旦达到115或者116、117都可以，就立马离火。如果你的锅比较大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锅撤过来，然后这样测温的话就比较准。每次熬糖浆呢，尤其是做马卡龙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就很紧张。我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其实完全不要紧张，就放松。你看到116度了，完全离火，它那个锅底的余热不会让它升温升得很快的，你就给它离火，然后立马放到边上准备好的一盆冷水里面，或者直接放在家里的大理石台面上也可以，给它降温。我们放在这个冷水里面呢，给它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再给它降温。我们要降温到75度，70度到80度之间，然后用 K 桨来搅拌，就是通过这种物理的方式给它结晶。啡糖是本身比较甜的，因为它除了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一些比较偏酸的东西来中和一下它的甜度。这里我们用的呢是 raspberry， 也就是树莓果酱，这个是我自己拿草莓跟树莓在一起1比1的比例熬成的一个果酱，大家也可以用买回来的果酱都可以，但是一定要记得过滤，把里面的草莓籽跟树莓籽都要给它过滤掉，得到一个比较顺滑浓稠的这种像液体一样的，给它加到啡糖里面，这样才可以把啡糖调出一个比较顺滑的好看的颜色，没有任何的颗粒的夹杂，然后我们用来装饰甜点。我们平时能用天然的颜色调出来的颜色呢，大家就尽量不要加色素，因为很多这个配方里面他们都喜欢加各种不同的色素。我反正觉得像天然的红色、黄色芒果啊、紫色紫薯啊，这些都可以用天然的食材来调取颜色，我们就尽量用天然的。
糖浆降温到75度左右，我们就把它倒到除湿机桶里面，用 K 桨开始低速搅拌。以前大家没有除湿机桶的时候，都是把热的糖浆直接倒在冷的大理石板面上，然后有2个师傅拿着2个木锤或者是刮板，用它不断的来回这样推来推去，翻来翻去的，所以大家才叫它翻糖。翻糖的名字也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有除湿机了，直接用这个 K 桨搅拌即可。这种搅拌呢，就是又给它降温，又给它物理上这种给它不断的碾压，让它产生帮助它的结晶形成。其实就是以前上课时老师说的，结晶的话一定要有那个晶核，一定要有一个核开始产生了，然后结晶才会不断的连锁反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也蛮奇妙的。一开始它是非常透明的，但是随着它不断的搅打呢，它的颜色会变得浑浊，然后就变得发白，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发白，然后像膏状物，然后又变得非常有粘性。那时候那个翻糖糕就做好了。现在它那个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透明了，已经开始变得浑浊了，有一点点白色物产生了。这时候的糖还是比较热的，大概有40-50度左右。现在搅打，现在变白了，就微微的看到已经乳白色了。不断的搅打，你看这个翻糖它会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然后它会变得越来越干。现在呢其实已经看上去基本上是白色了，然后再搅打以后它会变成像霜一样的，就像那种比较偏固体了。然后那时候你就要随时的检查它的状态。我们要达到的一种状态是用手取一块翻糖出来，是不摘手的，然后用它揉捏一下，像捏橡皮泥一样的话，它是完全不摘手，而且是比较有韧性的，那时候就可以了。块下来用手揉搓一下，是完全不摘手，然后稍微拉扯一下呢，会有一点点的韧性，这时候就差不多了。因为这时候还是比较温的，一会儿我们凉到室温的话，它的硬度会稍微增加一点点。最关键的就是要不摘手。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翻糖，主要是因为平时买的话，一买都是一大包，往往你只需要一小块，因为这个翻糖是用量是非常少的，除非你是做那种大的包糖皮的那种，那个呢是另外的方子，这个方子不适合，这个方子是适合用来做局部的装饰。所以说你每次做个一小块，平时大概用个几次就用完就差不多了，因为时间长了它会发硬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种做法，一种呢，你可以往里面加入像今天的 raspberry 果酱的提取液，或者是糖水，也叫波美糖浆，基本上就是用100克的水兑上30克的糖熬成的一个糖水，也就是平时喝的糖水，给它加进去，把它调成一定的稀稠度，那你就可以用来装饰泡芙啊，以及一些其他的甜点挂在上面做一层淋面。我这里就直接加入这个果酱，颜色又好看，然后呢又有带一点点酸的味道，用来中和一下这个翻糖，做出来味道特别好。有一点就是加入里面的不管是果酱还是糖水，一定不要太冷，大概保持在28度或30度左右，室温也可以，就是不要把冷水就加进去，是完全不可以的。你果酱一定要稍微温热的状态，让它调成一个比较因为我们挂在泡芙啊或者做淋面的时候，大概都是要在28度左右，所以说温度对这个甜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平时做东西一定要问一下自己这个温度对不对。随着这个搅打，它那个慢慢的融合，这个颜色也变得非常的好看，是非常天然的那种带粉色的颜色。你看这是温度大概就是30度左右，就千万不能太冷，太冷的话因为你很难判断这个糖霜的状态。我们取2块刚才做好的翻糖糕，我提前做了一份，然后呢给它用手爱扁，用擀面杖给它擀开，然后直接用模具刻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比较栽呢，你可以拿一点点这个玉米淀粉作为手粉，基本上它是不栽的。然后这样稍微擀开以后，我们拿一个小花的模具啊，或者小星星的模具，给它刻成这样的，刻出来刻模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大家都会加入色素，红的啊、紫的啊都可以，稍微加一点色素，然后把翻糖糕不断的折叠，把这个色素给它融合进去，就可以形成不同颜色的翻糖糕。然后就可以把它改开，你可以做成各种小花、小星星啊，自己有什么模具都可以。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就是这种翻糖糕呢，它是不能直接放在奶油蛋糕上装饰的，因为它奶油蛋糕
如果你外面抹的是淡奶油的话，它里面的水分含量是很高的。那这个翻糖膏呢，它本身就是糖，糖遇到水呢，它就会融化了。所以说，如果是这种翻糖膏，你要直接放在直接放在淡奶油蛋糕上的话，一定要在中间可以夹一层巧克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啊？这是一个小技巧。这种美人鱼的硅胶模具啊，你可以取一块翻糖膏直接放在里面，这样一个非常好看又简单的美人鱼的尾巴就做好了，直接用它放在这个淡奶油蛋糕上装饰，是特别的好看又简单又方便。而且平时大家把翻糖膏做出来以后呢，直接可以一次性做很多这种不同的形状的，特别用来适合装饰小朋友的蛋糕，因为它本身就是糖，你放2个月放半年都不会坏的，完全没有问题。你看这次我做了好多这种小花，我会在下一期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彩电泡芙，然后用这个糖霜液来挂浆在泡芙的表面，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彩电泡芙。如果大家家里有像我这样的真空包装机的话，可以把翻糖放在这个，每次切一小块，给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给它抽真空，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很久，因为它本身又是糖，里面又没有任何空气，所以说这样的话是保持半年、1年都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我还是挺推荐这个真空包装抽真空的机器的，可以用来装肉啊，装各种平时就是怕坏的东西，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最后我想说，糖真的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它不同的温度和水的比例呢，就会得到不同的东西。谁能想到这样白乎乎的翻糖跟棕色的焦糖跟我们平时做饭的砂糖其实都是一样的成分，所以说糖的各种物理化学反应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奥。我也一直在学习，我就觉得以前上课的时候有一门课就叫糖化学，那时候都没好好学，感觉现在要回去补课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美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希望对大家有用。如果你做起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记得给我底下留言，或者呢直接给我发一些过程的图片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下期美食视频呢，我会给大家分享怎么用今天做的这个糖霜来制作非常漂亮精美的彩电泡芙。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拜拜。